你能想象，当你为了解决外貌焦虑躺在医美诊所褪去衣衫时，天花板上的烟雾侦测器其实正是一双盯着你私密处的联网眼睛吗？这次的深入探讨不仅要带你还原这段令人不寒而栗的事件经过，更要剖析这起丑闻背后崩坏的医病信任与业界潜规则。今天的任务就是要为你抽丝剥茧。2026年5月震惊全台湾的爱尔丽医美集团系统性偷拍风暴。身为消费者，在这种看似安全、专业的医疗环境中，到底该如何自我防卫？这绝对是一场攸关每个人身体自主权的生存战。时针回到2026年5月1日，这一天是整个庞大监控网络彻底瓦解的关键起点。一名30岁的女性顾客前往爱尔丽板桥分店进行一项名为体雕的疗程。做过这类疗程的听众应该知道，体雕是需要大面积裸露身体的。就是在她换衣服与进行疗程的期间，她敏锐地察觉到天花板角落多出了一个悬挂着的烟雾侦测器。最诡异的细节是，明明在诊所床的正上方就已经安装好一个非常明显的常规烟雾侦测器了。一个只有几平大的狭小空间里，出现2组完全相同功能的消防设备，这在空间配置上极度违反常理。当这位女性顾客感到不安，并向诊所人员提出质疑时，工作人员竟然面不改色的敷衍，坚称那就是普通的消防设备。这位顾客非常聪明，他基于对自身隐私的高度防备心，穿好衣服后直接拿起手机拍下特写，接着使用了以图搜图的功能。搜寻结果直接揭开了恐怖的真相，那根本不是什么烟雾侦测器，而是市面上随手可得、具备 WiFi 联网功能与高画质镜头的隐藏式微型摄影机。这就像是你走进服饰店的试衣间，满心欢喜地脱掉衣服试穿新装，却突然发现墙上的镜子是一面双向镜一样荒谬。集团总裁常如山在事件刚爆发时的初步辨识是，安装这些镜头是为了防范医疗纠纷，还有保护昂贵医疗仪器的安全。等等，保护仪器需要把镜头对准病患换衣服的地方吗？这逻辑根本说不通吧？这种说法在法律与医疗伦理上根本破绽百出。依据台湾现行的医疗法与个人资料保护法，任何医疗场域的录影行为都必须严格践行民事的义务。白话来说，诊所必须明确告知病患这里有监视器，并且取得病患本人的书面知情同意。把监视镜头伪装成烟雾侦测器，还刻意藏在隐蔽角落，本质上就已经构成了欺骗。这剥夺了病患的身体自主权，更剥夺了他们拒绝被监控的基本权利。事情的恶劣程度远远超出我们最初的想象。检警介入追查后，直接戳破了集团的谎言。这绝对不是单一分店经理的决定，这是全台整整18家爱尔丽分店由上而下的系统性建制。让人头皮发麻的是，这股偷拍传染病似乎是整个医美业界不能说的秘密。我们交叉比对了报道指出，检警搜索了另一家大型连锁集团光泽医美，竟然查出旗下有5家分店的治疗室里同样暗藏着针孔摄影机。哇！连圣仪诊所也被多名病患联合指控，在进行雷射私密处除毛这种高度隐私的疗程时，监视镜头直勾勾对准着私密部位。台南的严一鸣诊所在被查获时，负责人甚至谎称设备只有录音功能，是为了记录客诉争议。结果经过数位鉴识还原，确认这些伪装设备的镜头根本没有被遮蔽，从头到尾都在高画质录影。这些诊所的行为模式如出一辙，先欺骗，被抓包后再狡辩。让我扮演一下魔鬼代言人，有些诊所事后急忙拿出一叠文件，说病患签的手术同意书上写着同意本院进行录影以维护安全。很多消费者真的会被这句话唬住难道签了这张纸就等于给了诊所拍我全身裸体的空白支票吗？这个在学理上被称为任务扩充的危险现象。任务扩充具体是什么意思？就像是你把家里钥匙交给邻居，请
他帮忙去客厅给植物浇水，结果你回家发现他不仅进了客厅，还在翻你卧室的私人抽屉。你给的权限明明是特定范围的，却被无限上纲。诊所一开始写的录音目的通常是为了维护大厅公共安全，但这种权利被恶意扩充，蔓延到了需要极度隐私的临场诊疗空间。警方与卫生局已经给出严正的法律见解，同意书的授权必须具体且明确。常规同意书绝对不能用来合理化在更衣室、私密处疗程等高隐私区域进行拍摄。面对这种铺天盖地的公关灾难，爱尔利集团的反应极具戏剧性。代言人谢金燕火速发声明，强势解约，直言隐私是绝对底线。爱里眼看商誉即将崩盘，抛出了一个成立1亿元新台币会员保障信托基金的方案，企图用大笔资金处理退费来止血。听起来好像很有诚意，要解决问题。表面上看似负责的退费机制，背后却可能暗藏着剥夺你法律救济权利的残酷陷阱。陷阱藏在哪里？消基会与受害者自救会的委任律师李欣婷发出严厉警告，诊所强制要求消费者必须回到原购分店办理退费。天哪，你要回到那个刚刚才被踢爆偷拍你裸体的诊所。走进封闭的办公室，面对受过专业话术训练的经理，在这种充满压力的环境下，诊所要求你签署的退费文件中，极有可能暗藏放弃民事请求权的免责条款。消费者以为只是拿回没用完的费用，结果只要签了名，就丧失了未来提告求偿的权利。这根本是把消费者关在房间里趁火打劫。这引出了一个我们必须正视的核心痛点：现行法规的无力感与极度缺乏下阻力。台湾的法律难道拿这些大集团一点办法都没有吗？我们拆解一下现行的医疗法第72条，无故泄露病人隐私，单次最高罚锾只有区的25万台币。25万对年营收上百亿的大型医美集团来说，可能只是几组 VIP 客人的雷射疗程费用。他们甚至把这当成做生意的固定成本，靠罚款是不够的。真正具有致命下阻力的武器是卫福部的行政裁量权，也就是直接下令最重停业1年，甚至废止开业执照。很多立委与民间司法改革团体强烈呼吁，这类重大隐私违规的罚款不能再用固定数字，必须修法与企业的年度总营收挂钩。当你以为系统性偷拍加上退费陷阱已经是道德沦丧的极限时，接下来的发展简直像是一部好莱坞犯罪惊悚电影。第一位吹哨者报案，警方准备大规模搜索之际，爱尔利高层居然在极短时间内下达了全面灭证的指令。他们让负责摄像监视器设备的工程师谢金恒上演了一场惊险的一路向南大逃亡。这位工程师接到指令，立刻从台北开车往南狂飙，沿途疯狂拆除包括新北、桃园等整整10家分店的监视器主机。他甚至试图将硬碟里的数位证据全数格式化抹除。这种具有高度阻击性的灭证行为，意味着有极大量的犯罪证据可能已经凭空消失。更令人担忧的科技机制在于，检警在查扣的残留设备上发现了联网的 IP 位置与云端密码贴纸。也就是说，这些微型摄影机不只是把影像存在本地记忆塔，它们是即时联网串流的。即便工程师格式化了实体硬碟，那些包含未成年少女在内数以千计受害者的私密影像，可能早就同步上传到了未知的云端伺服器。这些画面甚至有极大的风险，已经流入了被称为台湾 N 号房的数位性暴力产业链之中，成为有心人士长期牟利勒索的工具。这场突如其来的搜索风暴还扯出了更夸张的医疗案外案。检检搜索高雄分店时，本来只是要找针孔，结果打开柜子，居然搜出了其他无法辩驳的违法事证。卫生局人员当场查扣了大量的过期管制药品，并且在电脑系统中发现疑似伪造病历。麻醉记录还故意登载不完全，这已经反映了整个医疗集团在商业利益驱使下的全面性结构崩坏。这些劣质业者早已经将渴望变美的患者物化成了可被随意监控的物件，而不是拥有基本尊严的个体。
难怪总裁常如三等核心高层最终会因为逃亡、灭证、串供这3项极度具体的理由，遭到法院裁定羁押禁见，这真的是罪有应得。经过这一次深度的资讯拆解，这不只是一个听完就算了的新闻故事。为了保护你的权益，有几项核心行动纲领必须记在脑海里。总结来说，第一是法律底线。医美诊所那种语义模糊的广泛同意书，在法律上绝对无法凌驾于你的隐私权之上。第二是法规翻新，卫福部目前已经着手制定高隐私医疗空间禁止录影人则。未来的规范将非常明确，除非病患有立即生命危险需要急救记录，否则在更衣室、治疗室等空间将实施零容忍的全面进入政策。第三个行动纲领是退费自保。当你未来遇到医疗服务有重大瑕疵，必须要求解约时，绝对不要在密闭空间的压力下随便签署不明文件。务必保留所有的消费记录与资本合约，第一时间寻求消保官或专业律师的协助。最后一项是主动防御。当你进入任何需要脱下衣物的私密空间，请养成随时抬头留意四周的习惯，特别去寻找那些重复或多余的设备，例如同一个空间出现2个烟雾侦测器，你可以打开手机手电筒照射这些设备的孔洞，检查是否有玻璃镜头的反光。这些自保手段听起来或许令人疲惫，但在医疗监管制度尚未完善之前，这是我们现阶段能为自己筑起的最重要防线。这次连锁偷拍事件让我们极度清晰地看到一个科技副作用：微型联网监控设备的制造成本已经极度廉价，外观伪装更是进化到肉眼难以察觉。这不仅让我们要问自己一个更深层也更迫切的反思。什么样的反思？在不远的未来，当任何具有联网功能的智慧设备、空气清净机，甚至墙上的插座，都可能在神不知不觉中收集我们的影像与数据时，所谓商业空间里的绝对隐私，会不会早已经成为一种我们为了让自己安心而假装它还存在的错觉？你准备好面对这个天花板上随时可能睁开眼睛的世界了吗？